嘿，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咱们要深入聊聊关于 Pi Network 阿矿能否财富自由的话题。你知道吗？当你的拍币数量少于1000个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开始琢磨这玩意儿能不能给你带来财务自由。不过别担心，你可不是一个人在想这问题，因为在这4700万矿工的大家庭里，持有少于1000个拍币的人可是大有人在。很多先锋兄弟姐妹们都会问，要有多少个拍币才能真正实现财富自由呢？虽然这问题咱现在还答不上来，不过我个人倒是有点儿想法，我觉得至少得有1万到10万个拍币才行。当然，各个人对财务自由的理解可都不一样啊。所以你要是能拥有这么多派币，那你在 Pi Network 里实现财务自由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。可是这想法可能会让那些31万档的朋友们有点儿不爽，他们可能要觉得我这共识有点不靠谱，还要继续加把劲学习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就问问自己，你读过白皮书几遍了？我自己已经致力于研究和布道 Pi Network 4年了，熟读了20多遍白皮书，我差点都能倒背如流了。对 Pi Network 着往后拍币未来价值还是有发言权的。当然了，我也巴不得一枚拍币价值3000万美金，对我个人来讲，这也不现实啊。为什么这样讲？我们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，您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了。区块链是不听口号的，当然他也不认识人，他只看数据说话。说实话，我们得看看数据才能有个底气。我们用一组数据来测试拍币主网后的一枚拍币价值多少美金。目前主网迁移有300多万的地址，总的迁移量是20多亿，锁仓数量13亿多，也就是目前市场上总流通量是6亿多币。按这个数字来算的话，如果主网迁移1000万的地址的话，释放总量应该是70多亿。如果是5000万地址的释放的话，应该就是5乘以70亿，正是主网，也就是释放350亿。接下来再按300万地址的锁仓数量来算是13亿，那也就是说1000万应该预计是45亿锁仓量，5000万的锁仓数量也就是5乘以45亿等于225亿锁仓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难，算出主网后的流通量是多少，也就是拿总的释放量350亿减去225亿的锁仓，就是主网后的流通币约等于125亿流通币。这只是粗略的算，当然每天还有锁仓释放的出来的币，我们就拿125亿流通币来算一枚，如果价值3美金，也就是主网后流通市值是375亿美金。如果价值30美金一枚，流通市值就是3750亿美金。如果价值300美金一枚，流通总市值就是3.5万亿美金。好的了，后面我们就不算了，已经超越加密市场的总市值了。当然这个数字已经也快超越美国加上中国的1年的 GDP 了，不会算的，你多看几遍影片就知道了。算到这里，我想问一下全球先锋，你们说一枚价值多少钱在你心目中合适呢？说明区打出来，我们要理性选择。如果你选择300美金一枚的话，也就是说你有1000枚拍币价值就是30万美金，这也不能实现财富自由，您说是不是？如果您选择31万美金一枚的话，好像整个地球50年总的 GDP 都没有那么高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需要拥有1万到10万个拍币。不过我可不是想跟持不同意见的人争个你死我活，我是想从实际的角度出发，咱们好好讨论一下。我只想找那些志同道合、思维类似、能力差不多的人来一起交流。我做视频的主要是想跟那些对 Pi Network 有理性认识并且一直支持的人聊聊，不是针对那些键盘侠天天打嘴炮只是想刷存在感的人。咱们要关注的是事实，而不是听风就是雨。 Pi Network 自从2018年12月官方立项以来，就一直在不断摸索如何发展，就连项目方自己也在摸索着如何打造更高的价值。咱们这些普通先锋都是平凡的普通人，就算再懂也比不上博士级别的区块链知识，也不能预测未来的价值，因为每个人的思维格局、认知和能力都不一样。同
同样的事情，因为大家的不同思想，也有着千变万化的问题。就比如，同样都在挖拍这个事情，因为人们的不同思维、格局、认知和选择结果也会千差万别。就和每个人加入 Pi Network 的时间不同，挖的数量也不同，但持有的拍币数量可都各不相同。有人手头已经超过了10万个，有人可能只有几千个，甚至几百个、几十个。这可充分证明，付出的努力越多，回报也越大。不过也要看清楚，现在很多人或许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支撑他们的梦想，他们过于坚持己见，执着于自己的看法，甚至会轻信虚假信息，最终受伤害的可能还是他们自己。相反的，那些能够识别是非、不断提升自己的人，才会更有可能获取更多资源来支持他们的理想。说了这么多，你能不能给我的频道点个订阅，然后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人呢？感谢你的支持。要想在 Web3 世界里躺平，也就是在这个生态系统里过上舒适的生活，就算手里拍币不多的人，也得明白一件事情。Pi Network 的核心技术可是 Web3 底层技术，只在全球范围内构建 Web3 生态应用。说的是生态，它的目标是为了每个人，所以它强调的是流通和服务。所以拍币的价格估计不太可能突然飙升到31万美金，或者什么100万美金的程度，除非是闹出津巴布韦那种奇怪的情况，但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的。要真正理解 Web3， 咱们还得靠这个生态系统来挣钱，从而达到经济自由的目标。对于 Pi Network 的团队来说，这个生态系统可是至关重要的。他们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生态系统的建设上，因为这个生态系统可是 Web3 底层技术的核心价值所在。要是没有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，整个项目可就是一文不值了。有人可能会担心拍币的价格太低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，但只要这个生态系统真的落地，不管价格是多少，生态系统都会持续发展的。随着生态系统的成熟，拍币的价格也会逐渐上涨。那么怎么来构建这个生态系统呢？这可是个复杂的问题，我们慢慢来拆解。基本上步骤包括开放式启动，让生态系统开始运转，将生态系统的应用落地，对现有生态系统进行升级，尝试新的商业模式，形成超级生态系统，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，优先选择能够盈利的生态模式。咱们得弄明白什么样的生态系统能够赚钱，关键就在于生态系统的商业模式。关键问题是，这些模式是否能够带来盈利，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和你分享这些盈利。只要这2点满足了，其他的就水到渠成了。总结一下，就算你在 Pi Network 里只有少于1000个拍币，只要你能正确理解、积极参与这个生态系统的发展，最终实现经济自由和舒适生活也是可能的。要真正理解 Web3 的本质，掌握生态系统的发展动向，找到能够赚钱的生态模式，这些都是关键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但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一样的，那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健康、兴旺的 Pi Network 生态系统。感觉有帮助，感谢订阅点，亮小铃铛。好的了，咱们一起加油！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